大家好，今天继续介绍 SOP 这个组件的算法。我们拉到窗口，然后双击进去。我们在类型里面选择 SOP， 复制组件的名称，粘贴组件的名称，然后新建一个窗口。我们首先做焊盘定位，做这个焊盘的定位。错了，我们先做区域，把窗口拉大来，跟它一样大。现在新建一个窗口，然后做焊盘定位。选择缺陷名称，光源算法，我们用这个拍照这个算法，然后我们选择一个光源，因为这个颜色是变化的，所以尽可能要让这个颜色是一致。我们以这个为定位，这个焊盘定位，选择光源。我们以这个进行一个定位，我们调大，尽量让这个锡的颜色跟铜的颜色全部变为白色，全部设置5，这样它的差异就比较小。统一让它变为白色。好，我们选中这个算法，把它拉大来，尺寸跟焊盘的尺寸大小一致。尺寸一致之后，我们点击取窗口，然后拉大窗口，然后在 XY 坐标对称，输出向量1，这个定位就已经做好了。现在我们来做这个缺件，选了这个缺失缺件，然后拉大窗口，选择这个 Sky 算法，
然后我们抽取这个本体的颜色，它是显成深黑色，我们把亮度调暗，打开颜色开关，然后把亮度调小，好，调好之后，我们给一个下限60，缩小窗口，放到这个边缘位置。这个也可以检测它的偏移，检测这个 x 的偏移 ，y 的偏移，也可以测它缺键。我们给高点65，做好这个，然后我们 x 对称复制，然后再选中这两个算法，再往 y 方向对称复制。这个缺键的算法做好了，然后我们再新建一个窗口，这个是检测这个本体的一个偏移问题。我们选择本体，偏移问题。同样的方法，拉大窗口，选择检测偏移的，选择这个，我们换一个，关闭颜色，看一下哪个对比度比较明显，差异比较明显，我们就用哪个。我们稍微调亮一点，你可以自己设置参数，主要是让这个颜色跟周围的颜色差异对比要非常明显。好，我们打开颜色看一下，我们把调暗一点，然后把缩小一点，把亮度也缩小。
它已经框住了这个本体，我们也可以直接取窗口，取模板，然后这里输出1，因为这是一个整体，然后我们输入一致性1，容许误差6%，角度允许3度，偏移量100，我们把这个窗口缩小一点，防止发生干扰。我们这里调用目标向量1，然后输出向量2，我们这些没有调用，我们调用向量1，把这些复制 x 对称复制，然后复制 y 对称复制，把这几个删掉。这个完成之后，我们做一个极反，选择缺陷部，这个，然后选择一个算法，极反用欧式为病。好，然后我们调整它的光源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白色部分把它打亮了。然后把这个窗口放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只抽取这个337，我们在这里可以选择手动，自动的意思它自动帮我们取好了。
但是我们希望手动比较准确一点。好，它就出来了这个手动的。然后我们通过调这个颜色跟亮度，这个是白色的，我们在这中间位置双击，滑动鼠标，在这个位置双击最亮度，它的亮度是255，因为我在这里双击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个黄条往这边移动，选择漏，因为这个是测元件的方向。我们点击取窗口，你可以把它分为设置严一点，我们设置3，它就画成3份。我们再取窗口，然后拉大 ，OK。这个窗口的位置一定要放在这边，不要拉到最大。我们给出一个下限，70%，不，50%。然后我们调用本体的目标向量，选择 X 对称 ，OK。然后我们接着来做这个引脚部分。上期我们这个视频已经介绍过如何制作这个引脚部分，我们简单的、快速的讲解一下。窗口尺寸跟焊板宽度一致，然后拉大窗口，选择不良，选择算法，关闭颜色检查，选择这个本体的尺寸，引脚的本体尺寸，螺洞跟它一样大，如果是一致的，我们就调着间距，这个间距是650，我们打开颜色，这些参数其实已经默认好了，我们只是简单的一个修改，选择这个本体
调整它的区域颜色的覆盖范围。OK， 只把所有颜色填充，只保留引脚跟焊板的颜色，把它去掉。这个跟这个颜色把它去掉，然后我们再调整引脚的，因为这个颜色是没有选中，我们把颜色拉上来。OK， 然后我们再调整焊锡的颜色，焊锡是这部分颜色，我们把它调整一下。OK， 我们再调整焊盘的颜色。OK， 然后我们选择引脚，把窗口缩小点，先调用向量，缩小窗口。然后，因为它是蓝色的，我们在这里双击蓝色，把红色去掉，把蓝白色去掉，把亮度调暗，设置大概在40，这已经设置好了。好，我们删除这两个，这两个是测引脚翘区 3D AOI 使用的。这个是测联系的，我们调用算法，说错了，我们调用焊盘，移动位置，拉长窗口，然后把亮度调到最大，双击这个位置，然后把颜色也调到最高，全覆盖，滚动鼠标，然后我们调整50，好，这个引脚的检测完成，我们再复制 X、Y 对称复制，这个是35，我们可以把它放大一点，打开颜色看一下，稍微亮度高一点。OK， 我们调用向量1，目标1，第二个也是选择目标1，
这样子才算做好了。更新软件库，保存。好，我们这个视频就介绍完成。